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吗？说在一个孤儿院里，有一个小男孩从小双目失明，慢慢长大之后，他开始为自己看不到外界而感到难过，觉得是上天在惩罚他。于是他问院长，为什么上帝对我如此不公，没有亲人，还让我失去双眼，我以后能干什么？院长回答他说，孩子，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，只是你还没有发现罢了。你记住，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，只不过有的人缺口小，有的人缺口大。那些缺口大的苹果，是因为上帝更喜欢这个苹果的味道。正是这句话鼓舞了这个男孩，让他重拾对自己的希望，把自己的不完美当做了上帝的特殊偏爱。从此以后，他不再悲天悯人，而是振作起来，重新尝试新的可能。20多年之后，他成为了著名的盲人按摩师。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都有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，有人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，有人觉得自己身材不够苗条，有人觉得自己性格不讨喜，似乎所有人都企图用尽一切办法达到完美。但其实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原色。我记得我以前上高中，有一个同学说我笑起来嘴巴很大，不好看。就这样随口的一句话，我记了10几年。从那以后，不管是照镜子还是拿手机自拍，我都会刻意看一下自己的嘴巴是不是真的很大。和别人聊天说笑的时候，我也会刻意控制嘴型，尽量不要去笑。实在忍不住，我会用手挡住嘴巴。但这样做我自己觉得非常别扭，别人看着也总觉得矫揉造作。可是我依然无法忘记那句话，也无法说服自己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后来我对自己的嘴巴越来越不满，对自己的外貌也越来越自卑焦虑。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嘴会那么丑，为什么别人嘴巴小小的很可爱。为此我还一度产生过想要缩嘴角的念头。上了大学之后，这个念头突然打消了。原因是我新遇到的同学和朋友竟然说我笑起来很灿烂，很阳光，很有感染力。我从未想过同样一个东西竟然会有反差如此之大的2种评价。后来我开始意识到，其实人的评价本身就是一件特别主观的事情，而且同一个人对待同一个事物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暂时的评价影响自己的一生，也没有必要活在这样的评价之中。或许正是那些所谓的不完美，才让我们变得与众不同，成为特殊的存在。也正是因为那些不完美，才让我们得以遇见真正喜欢我们的人。就像后来真正和我成为好朋友的人，并不是当初说我笑起来嘴大不好看的，而是那些明知道我笑起来嘴巴大，却依然喜欢看到我笑的人。《被讨厌的勇气》这本书里有段话，你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，我也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，我们没有必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。比起追求完美，我们更应该接纳真实的自己，跟不完美的那个自我握手言和。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，无论怎样改变都不会变得完美，因为外界的认可永远代替不了你自己对自我的肯定。或许当我们不再执着于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的时候，才真正开始了属于你自己的人生。加油，愿你一切都好。